秋葵也被称为羊角豆，这次我会把它制作成2个特别的造型，非常漂亮的秋葵灯笼。Hello， 蟹帮忙，我是 Kenyong， 来自 YK Kitchen， 这是一个充满创意和乐趣的美食频道，让我们来发掘更多好玩和好吃的料理吧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做吧。先准备1张厨房纸，还有透明胶带。把刀用厨房纸紧紧地包裹起来。然后把它粘好。这样就可以很安全又灵活地运用刀子了。我们尽量选些比较嫩的秋葵，切成4根手指的阔度，然后沿着豆荚边缘切开。1、2、3、4、5。然后小心地把豆荚拔开。种子只需要轻轻地拧一拧就可以分开了。这是切成5片的造型。接下来我们还会再切10片的造型，这是剩下的种子。我会把这些种子都收集起来。现在我们来切10片的造型。1、2、3、4、5，切好了。然后就把豆荚剥开，轻轻地拧一拧就分开了。然后在每片豆荚的中间切多1刀。尽量的把它切平均一些。这是5片的，然后这是10片的。我们会做成2种不同造型的灯笼。剩下的秋葵也不要浪费，先把它切成小块，然后剁碎。接着就把它放置一旁备用。这里是400克的新鲜虾仁，用竹签把虾肠取出，把虾壳剥开，虾壳留下来我们会用它煮汤。虾肉也只是需要做些简单的调味就可以了。虾壳先用油把它炒成红色，一定要红透才不会有腥味。接着再加入300cc 的水，虾头稍微的压一压，才比较容易出味。以小火熬煮10分钟就可以了。
把虾先切成小块，然后再把它剁碎。把它放到盘子里面，接着我们就做些简单的调味：半茶匙的盐巴，1汤匙的海苔粉，1茶匙的生粉增加粘度，然后就是少许的胡椒粉，把它们都混合均匀，然后再加入剩下的秋葵，混合均匀。然后分成6份，把它包裹起来，放入冰箱里冷藏备用。把煮好的虾汤过滤，然后放置一旁备用。把切好的秋葵煮软，煮到软身就可以了，大概只需要10秒钟左右吧。准备一张厨房纸，把秋葵的粘液给擦干。秋葵有非常多的营养，同时也对预防糖尿病有不错的效果，是一种可以常吃的健康食品，而且价格还挺便宜的。然后呢，就在尾部擦一些玉米淀粉，增加它的粘性。那么待会在做灯笼造型时，它就不容易脱落。然后把虾肉捏成球状，以方便待会做造型。把秋葵放置在手指间，微微的把它夹住，然后再把虾球放在上面。先把不同方向的5片豆荚包裹起来，然后再把其余的豆荚包起来，这样才会比较牢固，而且也比较均匀一些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修整一下，稍微的压一压，让它紧实一些。这就是包好的第一个造型。可爱吗？还挺不错的。第二个造型呢，我们会加入一些海苔，把海苔放在5片豆荚的中间。海苔沾些水会比较容易拿。同样的，把虾球放置在中间。先把豆荚包裹起来。5片的豆荚呢，其实它并没有足够的包覆力，
所以才需要加入海苔增加包覆力。海苔碰到水，它就会有一种很好的粘性，这样它就可以牢牢的粘住。加上黑色隔间的造型，其实还挺像和果子的，把它稍微的压紧，这就是第二个造型了。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？请留言告诉我吧。假如你喜欢这道创意满满的秋葵灯笼，那么我也请你看看我其他的创意作品哦。希望与您分享更多的美食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么你就不会错过我更多的新作品了。好的，我们就继续吧。水滚后才下锅蒸，盖上锅盖蒸4分钟就好了。蒸好后，我们来试试看。第一个不会跌。然后呢，第二个也是很牢固的。这还算挺成功的。接着我们来煮酱汁，就只加一点点的盐，还有生粉水，增加它的浓稠度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酱汁，主要是吃那个虾的鲜味。这个就是完成品了，非常漂亮也非常好玩的一道秋葵灯笼，希望你会喜欢。约定你下次见，拜拜。